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煞，扶植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王妃久久无出，殿下先前又身怀恶疾，各方常有异动，我等实为忧虑啊。还望殿下早日封妃纳新，子嗣绵延，方可稳定民心啊。本王曾与王妃约誓，终生厮守，唯有彼此，断不可能再纳新人。更何况，本王的旧疾早已康复，不用再劝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莫不是旧疾犯了？快传大夫！是，殿下。裴洛，大夫已言明，你只是一时心急，胸口淤痰，往日旧疾早已痊愈，你大可不必焦心。除去疾厄，与常人无异。我乃至尊人杰，定是要长命百岁，与天同寿。你为何还执念于长生？我曾久病缠身，差点同你天人永隔，我怎能不后怕？若我无法长生，民心生疑，这王都迟早有一天都要拱手让人。我顶着谋士的压力，始终不肯纳谏，是因为你我有约定，只有彼此。你若不助我长生，又如何实现厮守终生的诺言？江辰，再给我一颗神丹吧。当年你命短受邀，只求多活几日，我祝你如常人般康健，你可以平安到老了。为何还不知足？你是药，你可以活千秋万载，可我纵然病愈，也不过寿命数10年。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，为何你这般自私，就是不肯助我？无中生有之事，你叫我如何帮你？裴洛，你为何变得如此贪婪？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模样和心愿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信守诺言，承受了多少重压？对于纳妃之见，我一概不理。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江辰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变了。纳侧妃绵延子嗣，能安抚你的政局，那你便纳吧。二娘子，你我两情相悦，定当永结同心。夫君岂敢一片痴心，定当永不负心。娘子，今夕如昨，却物是人非。心上过安于
这就是那位善修术法的圣德侧妃。这帮戏子的唱功极差，远不如你。不如王妃登台表演一段，给我们助助兴。我无法相助殿下，不配做这个王妃。将臣自请封宫，从此不出宫门半步。王妃宁愿与殿下永不相见，也不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吗？将臣，是你先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誓言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即便我困死宫中，也不后悔。原来王权野心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。他为了你的王位，不惜暴露自己的腰身，顶罪自戕，甚至损耗自己的腰力，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。他做了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负你呢？他既然说爱我，却不肯助我长生，让我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那便是不够爱了。若不是他有心隐瞒，我又何苦练此功法，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？明明是你执念太深，他并没有瞒你。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，而是因为将臣帮你寻了一样宝物，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。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懂感恩，只知贪婪。此法物于你于他，是祸非福。昔日之言，今日终于应验。你什么意思？将臣为了你，向我多借了20年的光阴。这20年，他只求你快乐，而现如今，心愿已破，戒烛已丧，是时候该收回我的东西了。这便是你的义眼吗？此物并非普通妖猿，他究竟是何人？你双手已沾满鲜血，天意不容。将臣，将臣一定有办法。神丹，箱子里肯定有神丹，箱子里肯定有神丹，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它。锁心藤乃是花精族妖法，由执念所化，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。将臣既是因你生愿，能打开此匣的，便只有你。原来将臣想要的是心上人的一滴泪。将臣，裴洛，
封妃乃王宫重视，你我早已登载史册，流传万世，为何还要学百姓做法，共写婚书啊？我不在乎流传万世，只喜好这婚书，名字共写，好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可得把它好好藏好，万一哪一天你说话不作数呢？我一心解你病痛，圆你心愿，没曾想，却又给了你新的禁锢。自始至终，将臣心中只希望你平安喜乐。有朝一日，再与君共撑纸伞，相濡以沫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不慕江山只慕人。这花里还有将臣的最后一口真气，快让裴洛再看他一眼。江辰，我来晚了，我错了，我求长生了。江辰，江辰，你的心愿已了，你安息吧。放心，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会替你好好看这个世界，历尽人世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写出刻骨铭心的戏本，感动三界四海。颜淡，你是否觉得我此般取回一眼，过于残忍？若是裴洛相信将臣，不该到这一步。相爱之人本应坦诚相待，
不留嫌隙。倘若有一天，你发现我骗了你些什么，你会怎么做？山主大人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吗？那自然是要让你做牛做马，好好补偿一下了。方才我探了一下裴洛，以他的修为，不可能施展困住严丹的法阵。以他看四叶邯郸的神色，却像毫不知情。如此看来，伤严丹之人，与此案并无关联。安东王已逝，王都必定会大乱，我们得先离开这里。等一下，现如今我已经拿回一眼，我可以催用我的灵力，来化毁严丹的人身。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？现在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太过于冒险。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是2个人，现在多出了1个，你觉得别人不会怀疑吗？一切等出去了之后再说。等等，方才在密室中，我察觉有一事奇怪，明明风力已停，我的花瓣却仍然飘去了丹罗炉顶。此路不凡，或许是其中藏有什么厉害的法器。神气里尘出现时会有万物席卷，烽烟立止之意象。说不定丹炉中藏的就是李晨，我们速速回去一探。侧妃，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行此恶举！说，为何要害人？天师饶命！我们在侧妃宫中偷到幼物，被他撞破，这才一时动了歪念。圣德谢过公子。公子救圣德性命，圣德无以为报。我愿将我师门法宝李晨赠与公子，以报救命之恩。侧妃，我也正在寻找此物，那就有劳侧妃了。安都王不仅强行纳我为妃，还因发现了我贺心门的至宝李晨，欲占为己有，屠我满门。此法器灵力不凡，依法施出，清风席卷，气无力止，万尘可散。这宝物从未有过认主之相。我为修炼之人，知晓所有法器皆有灵性。既然宝物认主，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，公子便请收下吧。多亏有我，才未错失神器。等出宫了，你可得准备8针玉石、传器画本，好好感谢下我。听说唐师弟清正洒脱，不染物欲，如此看来也是假的吧？看来于师兄也并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吧，
既贪婪又小气。别说是宝物了，哪怕是一朵花，我都会占为己有，更不可能会让给旁人。哼！此物需通晓玉器法诀，方能使出神力，不然便一如普通浮尘。安都王昔日略得匆忙，法诀应该还在我师门之中。不知诸位可否愿意多费些脚程？看来侧妃的意思是，只有我们送你回师门，才肯将玉器的法诀交予我们。安都王已死，也没有人再限制我的自由。我想重回师门，为师父守灵。只是师门路遥，去途艰险，我孤身一人，不免畏惧。此物与我有救命之用，多谢侧妃相赠，我定会护送侧妃回师门。盛德去忙了，有些事情我要通知你。王公案已结，我要带严旦回家去。他秉性未清，还需继续教化。他是我野兰山的妖，该如何行动？需要你的指点吗？不离所为正，他现在是我的妖。你现在就把这法术解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阁下的意思是，让我连你一起抓了？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又开始了，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敢得罪，真是大王打架，小妖遭殃啊！你要带他走，可曾问过他的心思？好啊，现在我便让你亲耳听听，他是什么心意。不许动，出来说话。我终于变出来了！我真是在外折腾那么久，我看看我没事吧？我这破竹子怎么还在？啊？在就在吧，在就在。放心吧，莲青依旧是倾力出尘。我得试试我的妖力还在不在。妖力？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我是……他是我所抓的小妖，之前呢一直藏于我的袖中。听取了王公诸事，一人知晓你的身份。不过他秉性善良，绝不伤人，不必担心。既有唐公子担保，盛德便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旦。之前多亏了你给我们线索，这才让我们把安都王的嘴脸给揭穿了。客气了，我还得多谢你们救我于水火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严旦，唐周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而且盛德这一路端茶送水，体贴照顾，相处甚好。我们两个就不必再次打扰了，就此别过吧。盛德是客人，不必劳烦他。我向来有严旦伺候，所以他必须留下。唐周，你忘了你身上的使命吗？你可谓是肩负重任，而且人妖殊途，就算再舍不得，终究也是要别离的。我相信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是去是留，不是你说了算，终究还是要过问他自己的意思。哎，这样吧，那我说两句吧。其实我呢，这些日子经历神府、凌霄派之行，还有王宫之事，我也明白了，与好友死别之痛，为好友报仇之快。可就算经历了这些，我对世间的人心、世事还有很多的疑惑，所以我想还是周游四方，早日完成与将臣的约定，写出一部名扬四海的细折子。
这么说，你不想回雁来山了？我当然想回，那是我的家，可是不是现在。咱们下山不是也为了日行一善吗？再说了，唐州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两个人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一同游历，好好体会下人生，还能互相照顾。你觉得呢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会尊重他的心意。颜淡，答应你便是。太子殿下，这是灵贝族进献给东海的灵风弓，听闻锋利无匹，急如闪电，对追击那酒旗定大有助益。殿下，您要不试试？你今日如此反常，竟然主动来找我，定有缘故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我的确找你有事。我知道，近几日你率军追杀于墨，想必你也知道他酒旗的身世了吧？于墨心怀挚爱，一心只愿追随心爱的人，畅游凡界，无心争夺权力。对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也丝毫不感兴趣。你这么做，只会引火烧身。若被其他水族知道了，反而会影响你东海的尊严。周兰，你今日主动来找我，竟然还是为了那个雨墨。你我在玄心崖相伴100年，你真的就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我一直追杀他，真的就只为了那一个尊位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同病相怜。今日我再信你一次，也愿你信我一回。你此话何意？青龙族向来敢爱敢恨，既然于墨心有所属，那我便断了对他的念想。从此之后，我与此人再无关系。这一次，我定不会拖延推诿。我愿与你定下婚期，嫁入东海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南海和东海的联姻，想必你日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定坐得安稳。但是，我不喜欢杀戮，只愿你放了雨墨，善待四海水族。从今往后，我便与你一心一意守护四海，伴你地久天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寻雨墨，我这就修书你父王，早日定下我们的婚期。那我便回南海，准备嫁衣，等你迎娶我。等我。殿下，您真的相信赵兰公主所说的话吗？我想信他一次，不过你还得通知我们藏于南海的人，时刻盯紧他们父女，有任何异动随时禀报。是。那酒旗，继续追踪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公主，
这件嫁衣的衣料是天界所赐，花纹样式皆为上品，你可喜欢？过于华贵，还是换了吧。我倒是觉得此件甚好。父王。哎呀，父王，您来了，怎么不告诉女儿一声？想看看穿嫁衣的你。哎呀，想来只见你机灵骑射，英姿飒爽之貌，却未曾见过这副打扮。公主药来了。你病了？怎未听你提起啊？父王，其实我……你们退下。是。啊，你失了逆鳞？难怪如此虚弱。此鳞不仅是周身灵力所及，更是龙族适中之物。你大婚在即，怎会没了此物呢？有人伤重，我与他逆鳞防身。何等朋友，值得献出逆鳞？幻心灵但凡摇响，便生裂纹。我猜的没错，想来是有人摇响了此灵，你便情定于他，因此愿给逆鳞正心。既如此，你又何必答应与东海的婚事呢？女儿与那人有缘无分，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。如今女儿已舍念自误，只愿缔结姻缘，助敖轩登位，庇佑青龙族，太平永盛。我向来无意在四海揽权争霸，又何必拿你的姻缘去换取所谓的繁盛？为父心中唯有你幸福安康最重要。告诉我，你那心上人是谁？我派人前去探问他的心意，绝不让你错失良配。父王，这桩姻缘并非是女儿一人之事。敖轩为人心狠手辣，东海残暴，若你去寻了此人，那人必定会面临追杀之危，还会连累到整个南海。父王，女儿已认清自己的命运，还请父王莫要因为我得罪东海，增加无谓的杀戮了。谢了。没想到，竟然让害你的人逃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啊。没关系的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准绕了一圈还会落在我们手上。哼，又开始吹牛了。云墨，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这书上写着，若是我们妖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元神会脱离三界，飞到一个叫夜忘川的地方。若是元神可以忘记过往，成功渡川，便可落入凡尘，重新活过。说不定这样也好呢。说不定，将臣他已经变成了一朵普普通通的昙花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在世间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忘记呢？若是有来世，他一定还希望跟裴洛幸幸福福地在一起啊。颜淡，没事。于墨，别伤心啊，
爱人虽是，可是你还有爷兰山，还有我，你还有一大家子人关心你呢。你要振作起来。他竟误以为我喜欢将臣。我若是明说，解释将臣得到一眼的原因，只怕他会刨根问底，知晓我隐瞒他失忆一事。颜淡，过往的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愿再提。但是我与将臣之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。此事，你也不必再挂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圣德说，他学过卜算之法，可以看到人的过往当下。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看？也许你的良缘正在来的路上呢。凡人修炼，怎可能通过往当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唐公子刚刚走了许久，额上都是汗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裴洛半生受疾厄所缠，痊愈之后，却依然没有满足，不惜杀人炼丹，还害死了自己爱的人。这就是人世间五毒之贪了吧？而将臣痴心相附，舍身护佑，最终却换来了一个离心的结局。可见，人事都转，七情历练，人最终还是要更爱自己的。我要把这些全都记下来，为以后排演。这样，无心者观情，有心者自省，这样世间就可以少几桩悲事。颜淡，哎，圣德，我做了一些小菜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些美食好漂亮啊，我从未见过。圣德，你真是心灵手巧。你尝尝看。这些菜都是天界做法，你前世今往自然没见过，只是一些家常小菜罢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日都做与你吃。这味道，我怎么感觉在梦中好像尝过似的？你喜欢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嗯。颜淡，我初来乍到，与谁都不亲熟，心中实在是寂寞。唐公子救我于危难，我却不知他有甚喜好，难以还报，实在是很焦心。我只能来请教你。嗨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、翻规、欺负弱妖。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他就开始整，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寻常小事。你可知他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特别的喜好？